星星，爷爷，这是我女朋友季星。董事长好。你好，坐吧。坐呀。来吧，吃饭吧。听说你跟韩婷是大学同学啊？啊。那这都10年了，他这一回国就投了你，看来是对你念念不忘啊。苑总，您忘了，您比韩婷更早跟我聊投资。我跟他要不是多年的老同学，说不定我现在都在东科麾下了。对啊，这么说我还算抢了姐的人，姐不会介意吧？有什么介意不介意的？一家人，都一样。其实那个时候，苑总给我的条件很好，我都心动了。但是，韩婷的理念跟星辰比较契合，我回去跟合伙人商量了以后，选择了东一。现在看来殊途同归，东一和东科都是东洋集团的公司，说到底，我们都是为了咱们集团在工作。现在市场上做3D 医疗打印最成功的就是瀚海了。季星啊，在你的规划里，要有多久才能够赶上或者超过瀚海啊？产品和技术是一个企业的根基，只有专注于自己的业务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实不相瞒，董事长，我认为星辰在短时间之内超不过瀚海，或者说，超过瀚海不在我未来的规划里。愿闻其详。瀚海比我们要早起步5年，现在已经颇具规模。与其跟他们去比广度，那我更想专注深耕骨骼领域，把这个做好做精，走出自己的一条路。哎呀，家宴又聊到工作了，吃饭吧，哥。好了，吃饭。星星，吃块牛肉，谢谢。多吃点。小婷回国以后呢，工作特别忙，所以这儿呢，她不常回来。你俩在一起，他有没有欺负过你啊？没有，他对我很好。那看得出来，他对你是很用心了。小婷小的时候啊，是很活泼、很爱笑的这么一个孩子。后来呢，是因为他的父母出事以后，他就变得越来越内敛，总是一个人孤单单的。尤其是去了德国以后呢，他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冰坨子了，总是一个人孤零零的，什么事儿呢也不跟家里说，什么苦呢也都自己一个人扛着。哎，你慢点。我之前也问过他在德国的一些事儿，他总是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，可能是不想让大家为他担心吧。所以说这个孩子独立懂事儿嘛，懂事儿的呢都让人心疼。
不过我发现呢，小婷自从跟你在一起以后，她变了，变得又爱说，又爱笑，也知道心疼人了。说实话，我真的替你们高兴。谢谢姑奶奶。欣欣，爷爷找你。您的字儿真好看。这个亭子是我给他起的，寓意是布政司令，接受朝见。大气。你父母给你起这个“兴”字，是什么含义啊？他们说我刚出生的时候眼睛就大大的，一闪一闪亮晶晶的，像星星一样，就起了这个名字。哎呀，看来啊，你们两个这名字呀，相去甚远啊。是挺远的。星微小零碎，但它依然在坚持发着自己的光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我想我的父母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聚星成河。啊，这个字儿的墨迹未干，等机会吧，等机会我送给你。好。刚刚吃个饭就跟闯关似的。怎么了？被吓到了？没有。董事长能写出星和婷，那至少应该不讨厌我。但是他说等以后有机会再把这个字儿送给我，而不是当场给我，就说明还没有完全通过他的考察。看来我爷爷的心思被你琢磨得很透彻了。成天跟你在一起，这点人心还是看得明白的。哎，别说，董事长的字写得真好。那当然，爷爷练了几十年的字，书法功力自然了得。那你的字儿写得这么好，是遗传吗？是啊，你可要跟我多练练，说不定将来也能遗传到爷爷的功力。谁遗传？我？你猜？内涵我。看什么呢？你小时候照片好可爱哦，好阳光笑的。你看，姑奶奶发你的啊。姑奶奶还跟我说，你在德国的时候什么都不愿意跟家里人说。我理解你，但是以后你可以跟我说。好。你确定是他了吗？是。这个姑娘啊，聪明有傲气，主见很强，这一点跟你倒很相像。她身上有很多是我没有的东西。你和她是在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，兴趣、爱好、思维方式、看问题的角度，甚至价值观、爱情观都天差地别。当然，现在这个是你们相互吸引的理由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啊，就是你们产生矛盾的问题所在。
我们会努力磨合。磨合？怎么磨合啊？据我观察，就你们俩这个性子，一旦产生了矛盾，一定得有一个人先让步。是你让，还是他让？我让。你别张嘴就来，想好了再说。这世上没有天生一对的两个人，我相信我们的感情。这个字儿啊，没写好，不用盖章。不是所有的字都盖戳的。欣欣。啊。其实瀚海，谁呀？长河。他说他想要投星辰，并且不介意跟你合作。他怎么这么有意思？你怎么想？我能怎么想？当然是不可能啊！他是你的竞争对手，我要跟他合作，那我岂不就是背叛你了吗？这点我还是懂的。我去洗了。欣欣，咱们跟叔叔阿姨视频一下吧，告诉他们我们在一起了。好呀。我的宝贝女儿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妈，爸跟你在一起吗？我跟韩婷在一块儿，他有话跟你说。等一下啊，老季，快过来，你女儿电话。怎么样？好的很。小韩也在，摘了。啊。叔叔阿姨，我和欣欣有一件事想告诉你们。哦，什么事儿啊？我们在一起啦，韩婷是我男朋友，我们正式跟你报备一下。哎呀，说什么来的？我早看出来了，好事儿。听起来我太高兴了。那什么，你们俩准备什么时候回家里来看看呢？叔叔阿姨，我跟欣欣过年就一起回去。好啊，这太好了，到时候陪叔叔都喝2杯啊。你早说了不喝酒。对，那行，那叔叔喝酒，你喝饮料。好，我陪你喝啊，爸。那我先不说了，挂了，么么哒。叔叔阿姨再见。再见。我们现在是见过双方家长的人了，请说一下，中午吃什么？后天就要展会了，我得好好准备准备，才能从容应对。也是。那季总专心工作，我负责后勤。瀚海那个年度先锋项目的门面可真气派，风头全被他们抢走了。黄薇薇那件事的舆论对我们多少还是有点影响的。往好了想，我们这次比深圳那次的展台大多了，不是吗？星姐说的对，反正咱们背后还有东一和韩总，超过瀚海早晚的事儿。季星，曾总，有时间吗？你们去准备一下下午的展台，让小尚再准备一些宣传册。好。欣
星辰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展如此迅速，确实厉害。谢谢。曾总不是只为了跟我说这个吧？你现在说话很硬气啊，是不是觉得赢了我？广华做的是诊疗机器人，星辰做的是3D 医疗打印，合作可以有，竞争谈不上，哪儿来的输赢？你跟韩婷在一起没多久，说话倒学了个3分像。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，我都没学会，这一点上，你确实赢了。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你以为你很了解韩婷吗？星辰虽然发展的不错，但仍旧比不上瀚海，不是因为你们技术不行，而是因为瀚海比你们更早之前就有一位大人物在背后支持。韩婷早在德国的时候就投资了瀚海，他刚回国，根基不稳，韩院有的是办法阻止瀚海并入东医，他就立下了军令状，争取时间改革东医，为瀚海并入东医做准备。至于星辰，不过是用来打掩护的烟雾弹而已。等到军令状完成，至于是让星辰生，还是星辰死，完全看他的心情。当然，也看他对你的喜好。你让他欢心呢，他就留你一命；你要是讨他不喜欢，他就掐死你。你不用在这儿挑拨离间。就算他投资瀚海，那也是他的事情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他没有告诉你啊？我以为你们无话不谈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解他？也是，要是真的了解，按你这个性子，在他身边也是待不住的。他这样一个男人很好，是不是？女人都很难拒绝。可是你单纯，你就没有想过他哪里看得上你呀？他喜欢你什么？单纯吗？季星，命运诱惑赠给你的礼物，你只知道喜滋滋地拆开它，你从来没想过，当你收下这份礼物，要付出代价的。
你单纯，你就没有想过，他哪里看得上你呀？他喜欢你什么？单纯吗？吓我一跳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了？今天的展会，我发现瀚海发展的太快了，星辰根本就没法比。瀚海已经稳扎稳打5、6年了，才有现在的成就。星辰已经发展得很快了，让很多企业都望尘莫及。可是星辰再往前追的时候，瀚海也不会停步。今天怎么了？上次见爷爷，你不是说瀚海不是你的目标，你要走自己的路吗？一个展会而已，瀚海又让你迷失方向了？当有一天瀚海足够强大的时候，会不会吞了星辰？星辰是想走自己的路，但会不会有一天无路可走？市场需要瀚海，也同样需要星辰，没必要去比较。我知道星辰是你的心血，我会保护好他的。韩婷，你爱我吗？怎么定义爱？为我要死要活，没有我，世界就塌了。这不是我理解的爱。那你理解的爱是什么？首先是合适。星星，合适不是一个可悲的词，爱也没有多高尚。想找个合适的人很难的，需要3观、时间、精神、灵魂方面的契合。今天有点累了，我先去洗澡。当有一天瀚海足够强大的时候，会不会吞了星辰？星辰是想走自己的路，但会不会有一天无路可走？韩婷早在德国的时候就投资了瀚海，他刚回国，根基不稳，韩院有的是办法阻止瀚海并入东医，所以他立了军令状，争取时间改革东医，为瀚海并入东医做准备。至于星辰，不过是用来打掩护的烟雾弹而已。星星，星星，
欣欣，进。怎么了？找我什么事？还是 A 轮融资的事儿。坐。现在想投资星辰的资本很多，我们有足够多的选择，但还是要尽快做决定了。你们有什么想法？我们是不是应该优先考虑东一？不一定，融资后我们跟东一的股份都会被稀释。如果引入外部公司的投资，我们只要在股份比例占大头，就还能保留决策话语权。但如果还是东一的话，我们可能就被彻底架空。以星姐和韩总的关系，不至于吧？爱情是爱情，事业是事业。星姐，我们只是给你个参考，你尽快做决定就好。嗯，我考虑一下。行，那我先去忙。嗯。怎么了你？状态不太好。没事儿，可能最近太累了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那你忙完这阵儿给自己放个假，好好休息一下。老板，今天季总不和您一起啊？他先走了。当有一天瀚海足够强大的时候，会不会突
困了星辰。星辰是想走自己的路，但会不会有一天无路可走？市场需要瀚海，也同样需要星辰，没必要去比较。韩婷，你爱我吗？怎么定义爱？为我要死要活，没有我世界就塌了。这不是我理解的爱。那你理解的爱是什么？首先是合适。欣欣，合适不是一个可悲的词，爱也没有多高尚，想找个合适的人很难的。这么早叫我来干嘛呀？什么事儿？水都烧干了，你不泡茶呀？他知道了。谁呀？季星。你终于告诉他了，不用再替你捏把汗了。他从别的地方知道的，不是我说的。那他说什么了？他人呢？去和同科聊 A 轮融资。长河？那你还不赶紧拦着他？他现在在气头上，跟他聊什么都没有用。想好了？嗯。这次童哥投资星辰，我会用第三方投资公司，不会走漏风声的。这样呢，会确保顺利的通过东一的董事会决策。季总，请放心吧。能尽快吗？当然。好。老板，季总已经跟 A 轮投资公司谈好合作条件了，要不要约季总谈一谈？不用了，直接召开董事会吧。好。恭喜常总入股星辰。谢谢袁总。如果没有苑总在董事会上的帮忙，融资方案也不会这么顺利的通过。常总，这事儿可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啊。苑总放心，绝对保密。等董事会发现同科注资入股了星辰的第三方公司，成为了星辰的股东，侵入东一旗下资产，我看他怎么跟董事会交代。苑总厉害，这次就算是韩婷完成了军令状，董事会也一定会问责，苑总就可以顺理成章收回东一的管理权了。但是韩婷这个人做事情总是走一步看三步。这次的融资决议会，他这么痛快的就投了赞成票，我总担心他有后招啊。这次我用的是第三方公司，他不知道底细也很正常。就算是他知道了，他总不能推翻董事会的决议吧？苑总就别担心了。
怎么回来了？哎呀，我回来陪你住2天，不欢迎啊？欢迎，我可太欢迎了！你不在这段时间，我可想你了。厨房熬了汤，你要喝点。不想喝了，想睡会儿觉。行，那你就睡个美容觉。等你睡醒了呢，我们就去吃大餐。我会把下个月的销售目标重新再拟定一下。嗯，好。那今天这样，散会。星姐 ，A 轮融资的事，东一董事会已经通过了，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好，我会安排好的。行，那我先去忙了。融资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没有什么问题，很顺利，放心吧。我看你这2天总是心不在焉的，没出什么事儿吧？没有，你别担心我，真没事儿。今晚我和科博的马总约了在新月那边吃饭，你去吗？我一会儿还有一些别的事情，你们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行，那我跟知州去。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，还有我们呢。事儿没有。恭喜啊，拿到了星辰的股份。常总果然说到做到。这是你第一次送我礼物，谢谢啊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处理星辰啊？看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韩总，这么着急找我，什么事儿？常总，心里应该很清楚。我心里事情多了，不是每件事情都能想得清楚。韩总就这么笃定，你手中的筹码就是我想要的？你的司马昭之心，还有谁不知道吗？韩总用你手中所有的广华的股份，换我手里这么一小点星辰的股份，看来韩总真的很在意星辰啊。换，还是不换？韩总的诚意令我佩服，但是就是不知道季星季总他会不会高兴啊？那不是你该操心的事。韩婷拿他在广华所有股份跟我交换，我没有办法拒绝他。
所以广华在他眼里，就像垃圾一样，说扔就扔。可是童科把广华当做宝贝啊。小白很重要，但我更看重的是，你和韩婷之间不再有任何的牵连。他也是这么想的吧？常总放心，从今天起，广华和童科就是真正的同盟了。累了吧？我洗了草莓，一会儿就可以吃了。我跟长河合作了，星辰 A 轮融资的第三方公司是童科。我知道。你不生气？你希望我生气？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？你这话问反了。现在不是应该你跟我讲讲，为什么整这一出？童科是我竞争对手，你想什么呢？你在乎吗？你已经有瀚海了，星辰归谁对你来说重要吗？还是你觉得什么都在你的掌控之中，星辰宁可毁掉也不会给其他人？我投资其他公司控股瀚海，这不正常吗？别的事情也就算了，可是瀚海，你为什么要隐瞒我？涉及商业机密，之前没法告诉你。你当初到底为什么要投星辰？是为了找个掩护瀚海的烟雾弹？之前是你需要融资，如果不是我，星辰能有今天吗？星辰是有你的功劳，可它也是我做出来的。设计产品、推进试验、找合作机构都是我自己做的。星辰是我的，它不是你的，你没有资格拿来玩。玩什么了？我是插手你们星辰的决策，还是做了什么伤害星辰的事？星辰发展的好，对我有好处，我为什么要毁了它？是，你不会想要毁了星辰，因为他做得足够好。但如果以后他做得更好，像瀚海那样，你就不会放手了吧？所以你才想要把星辰并入瀚海。星星，没有背景的创业公司本来就很难，与其被同行排挤打垮，不如被强者收购。
小企业想要变强，最好的机会就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快速发展。瀚海跟星辰都是东一旗下的公司，与其相互竞争内耗，不如优势整合，机遇和选择永远比努力重要，而且重要的多，这个就是现实。所以我认清了现实，我选择傍着同科这棵大树。我为了利益坑了你，你不该表扬我学有所成吗？你可以讲理性，我也可以讲我的喜好和利益。我选择了我喜欢的同科。你当然可以有你的选择，首先你得有资本。你有吗？你没有。我可以禁止你的选择，因为我有星辰33.4%的股份。你这么摆我一道，无非就是知道我不会为难你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要是计较呢？我在这儿住了这么久，陪了你这么久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你那么大方，会跟我计较？那你要多住一会儿了。长河把他手上30%的星辰股份转给了我，目前我对星辰的控股53.38%。你不是竞争对手？因为我拿了他更想要的东西跟他做交换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，也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交换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如果你只是担心我会占据星辰，你可以告诉我，以我们的关系，我会不给你吗？我们什么关系？你究竟把我当成什么？一个宠物？一个玩偶？你对我的好，对我说的话是真心的吗？还是说，那只是你擅长的手段？换一个人也一样。你觉得我很闲吗？闲到没事就哄你骗你。你看人真的一向就不准。同科为什么要残股星辰？你有想过吗？因为他们要联合韩院，要置我于死地。韩院就是在利用星辰，开个口子夺走东一。为了利益，他们转手就能把你卖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早就料到同科会这么做，你甚至希望他们能成功。你是为了找韩院给长河泄密的证据，你抓他把柄。星辰在你那儿就是这样一颗棋子。棋子？如果只是棋子，
我会费尽心思将他从童科那里收回来。星星，只要你想要，星辰就还是你的。太可怕了！你不要再跟我讲这是商场应该要怎么做，不要再拿这些当借口。在我看来，你就是虚伪，你冷漠，唯利是图，你这个人没有心。你别闹了，金星！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明明那么开心，你给我庆生，给我定位。你把家里门锁都换成了我的生日，你带我去见你的家人，我以为你喜欢我，我才会喜欢你，不然我才不会喜欢你。我是喜欢你，你就是个骗子，你对我的好只是因为我合适你的条件是吗？骗子！你听我说，你别过来，别碰我！听我说，七星，我不想见你，别碰我！你太可怕了！你太可怕了！消息传来，市场对此反应灵敏。东洋医疗股票大幅上涨，股价创历史新高。东洋医疗大力发展3D 医疗打印业务，继投资新锐企业星辰科技后，东洋医疗再次控股龙头企业瀚海科技，商业版图正在进一步扩大。据悉，东医将对瀚海与星辰进行合并。陈总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不过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，我很期待能跟季总有更多的交流。其实星辰之前一直把瀚海当作最有力的竞争对手，只是没想到，我们原本就是一家。陈总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季总，我可不是因为咱们两家背后是同一个投资人的关系，才跟你说一些场面上的话。我是真心欣赏星辰的产品和企业文化，也非常敬佩季总。你之前演讲说，想要努力为了这个行业，为普通人的生活带去一点改变，我是深深记在心里了。谢谢。其实今天约您过来，就是想跟您聊聊瀚海和星辰合并的事情。季总为什么不直接找韩总聊呢？这个事情主要是您在负责呀，我就想先跟您聊一下条件，这样好安抚军心。理解。其实呢，最初是我先跟韩总提起了将星辰并入瀚海的想法，但是被韩总拒绝了。后来韩总再提到合并的事儿，特意强调过，瀚海和星辰不是吞并，而是有机融合。
如果季总有什么条件，尽可以说，我会转达给韩总的。我就2个要求：第一，合并之后不得无责开除新城员工；第二，保留新城的自主研发权。好，请季总给我点时间，我去跟韩总聊一聊。好，那我等您消息。没问题，我先上去了。好嘞，您忙。韩总，季总之前提的那2个要求，你要是同意的话，我就把他们放进合并方案里了。他只提了这2件事。是啊，季总还挺平静的。这件事是商业布局，你也为了星辰做了最好的考量，我想季总肯定会谅解的。合并的事你们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我跟瀚海的陈总聊过了，等他回复就行。你没事吧？韩总他……韩总有他自己的考量，我们3个顾好星辰就好。好，星姐，我们都听你的。季总，韩总同意了您的要求，合并方案稍后发给你邮箱。召集大家开会吧。季总，新闻是真的吗？今天我就要跟大家说这个事情，瀚海和星辰已经确认合并了。季总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和瀚海合并后会不会被彻底裁换？我明白你们的顾虑，我已经跟瀚海的陈总聊过了，他也重新修订了合并方案，韩总也同意了。首先，瀚海星辰不得无责开除原星辰员工；其次，会保留星辰自主研发权利。办公地点还在这里，合并之后，大家会享有跟星辰一样的福利还有权利。其实合并不是坏事，瀚海比我们星辰早起步5年，他们的资料还有研究成果都比我们要详尽，非常有实力，非常强大。我相信以各位的能力，合并之后一定会是一个更大的舞台，是挑战，也是机遇。星姐，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安排？接下来大家就梳理一下自己手头的工作，为合并提前做准备。他们会派人过来对接。只要你们在，星辰就不会散。季总，合并之后，我们一定不会给星辰丢人的。